全球冰封第68天，冰雪巨猿眉心中枪，鲜血飞溅，他的头颅向后仰去。可是张毅并没有看到他倒下，好疼啊！混蛋！史大勇的额头布满鲜血，他愤怒地抠下一颗子弹扔在地上，目光死死盯着庇护所的方向。果然都是战斗型的艺人，防御力真是有够惊人的。张毅也是不禁感慨了起来，那个怪物的防御力堪比战车。这些人都是此次西山行动部队的核心人物，果然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看样子以后普通的热武器对艺人都很难造成伤害。但是张毅也没有资格说人家，他的能力更加变态。张毅来不及开出第3枪，那几人都已经躲避了起来，消失在张毅的视野当中。正在张毅思考着如何击杀对方的艺人时，忽然他眼前一花，远处的地面上一道烟尘忽地窜起老高，仿佛有什么东西急速朝他冲过来一样。张毅看不到那是什么东西，却能够感觉到它一定存在，那速度已经快到肉眼难以捕捉了。什么玩意？张毅自言自语的刹那，那个东西忽然来到了他庇护所的墙下，然后速度不减，狠狠撞了上去。砰的一声巨响传来，张毅趴在窗户上，所以感觉到了一股轻微的震动。可是能够让如此坚固的庇护所发生震动，显然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张毅低下头，这才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确切的说，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个人，一个穿着白色作战服、留着小平头、皮肤黝黑的男人。6秒钟之前，张毅的狙击枪瞄准的就是他的脑袋，真他妈是个变态啊！张毅低头看着他，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林峰抬起头与张毅对视上了，张毅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愤怒与狂傲，而林峰则是从张毅的眼睛里看到冷漠与百无聊赖，仿佛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掌握之中的游戏。然后张毅调转了枪头，对准林峰的脑袋。这么近的距离，哪怕他的脑袋是钢板做的也会被打爆。可是没等到张毅扣动扳机，林峰整个人就如同鬼魅一般消失在了原地，那种速度快过了张毅对于动物的所有想象，大概只有昆虫可以媲美。张毅的耳边传来庇护所的人工智能小爱的提醒，庇护所墙面受到损坏，受损程度0.028%。张毅不禁深深看向庇护所前的林峰，这小子果然是个变态，除了拥有超高移速之外，还拥有变态一般的力量。果然不愧是西山基地行动队的队长。林峰远远看着张毅，指着他冷冰冰的说道：“我早晚打碎你的乌龟壳。”张毅冷笑了一声，有种你就来啊！枪口对准林峰，又是一枪射了过去。林峰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行动起来的时候如同一个鬼魅，肉眼所看到的事物都是模糊的，根本捕捉不到他的位置所在。张毅心中也是十分的警惕，还好他是在庇护所里面，否则在外面遇到了这个人，一定会非常的危险。张毅没有停止攻击，继续一发子弹一发子弹的射向林峰。他知道自己杀不死林峰，但是他想看一看林峰的能力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林峰躲避过了几次之后，似乎也明白过来张毅的意图，他抬起头恶狠狠地瞪了张毅一眼，然后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了庇护所的前方。张毅架着狙击枪，想要继续搜寻几个敌人杀死，不过 Ace 特战队的成员都得到了消息，不会轻易露头，他也就没找到这个好机会。好了，还是说在等待下一次进攻的机会？张毅挑了挑眉头，他只知道对方在经历过这次失败之后，基本上不太可能再用同样的手段进攻了。林峰回去以后，便对特战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先回到徐家镇休整一下，然后再重新讨论作战计划。郑雪荣松了一口气，说道：“吓死我了！刚刚发现你冲过去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气昏头了。”林峰却摇了摇头，说道：“你真以为我刚刚冲过去是脑子出了问题吗？我那只是为了确认一下庇护所的墙体坚固程度。”他举起了自己的拳头，对众人说道：“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对那墙体造成伤害。”郑雪荣瞪大了眼睛，无语地说道：“大队长，你不会是说自己的拳头吧？”林峰的拳头的确非常可怕，这一点是西山基地公认的事实。不过用拳头打穿庇护所厚厚的墙壁，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林峰却压低了声音说道：“任何有可能的方法，我们都必须要进行尝试，因为枪炮和炸药对他都已经失去了效果，可能最原始的进攻手段才是最有效的。你们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当时爆破小组过去安置炸药的时候，他没有把爆破小组的人连同炸药一起收进去。”众人闻言都露出了思索的神色。的确，如果他的能力这么好用，什么都能收取，那么当时完全可以把我们整个爆破小组的人给吞了。吴院士认真的分析着，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做，反而是等到我们离开之后才收走了炸药。也就是说，他的能力对于人这种生物是有限制的吗？林峰说道：“我刚刚过去有2个目的，一是确认墙体的防御力，二是想试试他的异能还有没有别的攻击手段。”他冷冷一笑，事实证明他的空间系能力并没有主动攻击的效果，只能够通过狙击枪以及反弹攻击来造成伤害，所以靠人力去摧毁他的房子完全是可行的。张毅的能力很快就被特战队的人给分析的七七八八了，毕竟相对于张毅，他们可是异能研究领域的专家，在西山基地甚至有专门研究异人的机构。史大勇兴奋地说道：“这个就好办了，我们可不缺力量强化系的艺人，咱们轮流过去砸烂他的那堵墙就好了。”史大勇望向一直默不作声的梁月，梁老师，你的剑术也非常强悍，到时候我们3人一起出手。梁月微微挑了挑眉，轻声说道：“你们拿主意就好了，我没有意见。”他的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不过当着林峰等人的面前，他还是得表现出配合工作的样子。吴院士赶忙说道：“几位，你们不是当真的吧？纵然你们都是艺人，力量强大，可你们要想靠拳头和刀剑去攻破那堵墙，怕是得花费经年累月的功夫啊。”林峰眯着眼睛望着那屹立不倒的黑色庇护所，喃喃说道：“如果那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我们就会去做，无论是为了整个西山基地的未来，或者是为了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林峰清楚张毅手中掌握着多么巨大的一笔资源，只要能够拿到手，就可以极大缓解西山基地的物资危机，所以哪怕是一丝丝的可能，
他都不会放过。张毅回到地下室之后，杨欣欣的手机响了起来。欣欣，我是梁月老师，我和同学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能不能让我跟张毅谈谈？他望着杨欣欣与陆柯然，认真的问道：“你们能跟我聊聊这个梁月吗？”陆柯然与杨欣欣立刻把自己了解的关于梁月的事情都说了出来。梁月，27岁，国家5英级武术高手，精通300多种武术以及各国10几种搏击术，以刀法和擒拿最为擅长。曾经担任过某某海的保镖，并且是某位女领导的贴身保镖。后来被天青学院校董事会以年薪300万挖来，在校内担任武术教师。她是个外冷内热的女人。等一等，张毅听到这个形容词之后，好奇的问陆可然：“你说的是身体特征还是性格特征？”陆可然有些没明白过来，好奇的挠了挠头。杨欣欣笑眯眯的说道：“身体这方面，不亲自试一下的话，的确很难给出解释。不过可然说的大概是性格。”张毅稍微有些遗憾。哦，那你继续吧。陆可然与杨欣欣继续补充：“梁月从小练习武术，是个顶尖的武人，所以性格比较纯粹。这个人性格很好，但是有点死脑筋。不过很显然他是一个好人，否则当初末世来临，他完全可以自己好好的活下去，根本不用带着班上的拖油瓶们。”杨欣欣歪着脑袋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梁老师在的话，我们班上那些人都会成为花花的晚餐呢。”张毅抱着胳膊慢慢的思索。杨欣欣和陆可然都认识梁月很久了，作为一个老师，他没有必要伪装性情那么长时间，能够经历末世的考验，就足以证明他的人品很不错。张毅拿过杨欣欣的手机：“我是张毅，你找我有什么要谈的？”张毅，我希望能够跟你合作，我的学生们现在就在西山基地，他们有生命危险，我想请你帮助我，让我帮助你。你们在西山基地应该不愁温饱吧？天青学院的学生不都是人上人吗？张毅的口吻略带讥讽，因为能够进入天青学院念书的，除了杨欣欣和陆可然这种天才，其他都是非富即贵的顶流社会公子。小姐，梁月说道：“你应该知道，如今这种时候，过去的身份和地位一文不名。我是真的想要同你进行合作。现如今我在西山基地内部，作为特战队的一名队长，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我的帮助，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你帮助我和我的学生逃离那里，你看怎么样？”张毅摸着下巴，一字一句分析着梁月话语中的深意。梁月的话让他觉得很奇怪，非常的奇怪。西山基地不是一个大型的地下避难所吗？他们在那里竟然还会有生命危险。可是我看梁月如今过得不错，他又是强大的艺人，连一群学生都保不住。张毅对西山基地的内部状况一无所知，也就不明白为什么梁月会向他求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可能主动进攻西山基地，以他的实力自保有余。但是进攻一个拥有强大武装力量和完整工业化设施的避难所，危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张毅没有着急回答梁月是否同意，他反而问道：“我对西山基地一无所知，你想让我帮你，起码也得告诉我一些内部的状况。”梁月想了想，西山基地的情报他的确知道一些，不过对张毅而言有没有用他无法确定。可是为了取得张毅的信任，他决定还是说出来。好，我可以告诉你，你能够冒着危险来救欣欣，我相信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张毅看到这条消息觉得有点好笑，如果不是因为他需要一个网络高手，10个杨欣欣他也不会去救。好，你说吧。梁月于是便把这段时间以来他了解到的西山基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张毅。那些情况他觉得没有太多秘密可言，而核心的机密他也接触不到，倒没有太多可以隐瞒的。张毅和梁月交流的时候并没有背着其他人，所以大家都听完了梁月对西山基地的描述。这个过程当中，众人的表情也是变了又变。西山基地的4层生命舱布置还算正常，毕竟整个基地那么多人，总有人需要处于底层，负责劳动来供养上层生命舱的人。可是当他们听到这些人所食用的东西竟然是用蟑螂和尸体做成的蛋白液，一个个脸上都露出恶心想吐的神情。可能只有张毅比较平静地听完了他讲述的一切。张毅的内心没有什么波动，因为他一直在抽丝剥茧，从梁月的话语当中提取有用的信息。西山基地第4生命舱需要食用蛋白液，用蟑螂来制造不稀奇，但是用尸体制造就有点恶心了，也就是说明他们所储存的物资总量并非十分充足。那些自诩上层社会的人物，纵然道德不那么优秀，可为了维持体面，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抛弃做人的底线，除非是条件不允许他们维持自己的生活品质，才会无下限的向下压榨。而梁月提到的尸体是张毅最关心的一点，第4生命舱的人会周期性被带出去，然后处理掉。梁月发现尸体上出现了变异的状况，似乎是被注射了药物，或者经过了高辐射的刺激。换句话来说，对方是在做关于变异人的实验。张毅眼神晃动，不禁想到了自己身边异人的出现，他们和自己都是经历了强烈的刺激，甚至在生死边缘的时候觉醒的异能。大概西山基地就是为了得到强大的异人部队，才利用大量的人去做实验。这样一来，问题就说得通了。那些丢失的学生是被带走去做人体实验了，可笑，异人出现的概率如此之低，估计去的学生没有几个能回来的。不过他们倒是也不浪费，死尸处理一下也是优质蛋白。张毅冷笑着说道。杨幂和周可儿都下意识地靠近张毅，他们此时浑身汗毛直立，被吓得瑟瑟发抖。这西山基地完全就是一座地狱啊！他们这么对第4生命舱的人，可万一第4生命舱的人死光了，谁来为他们劳作？听到他们的议论，张毅却不以为然地笑了。外面的活人虽然很少，但那只是相对于末世来临之前，以华国的人口基数，哪怕只有5%的人存活下来，人口密度依旧是世界前列的。张毅望向徐家镇的方向，那里不就有上千号现成的活人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都会被带走，亲切地让他们体验一下人工变异的手段。几个女人的眼睛里流露出庆幸的神色。如果不是遇到张毅然后被收留，万一落到这样的组织手中，那迎接他们的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命运。实际上，如果他们当初不去西山基地，而是留在天青学院的话，生活水平不会很差。毕竟杨欣欣一走，妖猫花花也跟着离去了。不过他们也不清楚这一点，一切都是巧合。张毅理解了梁月求他的原因，不过他还是对梁月说道：“你对西山基地的警备力量很清楚，根本不是几个人就能够冲进去，救出来一堆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吧？让我过去救人的话，
话，你有些太高看我了，我只能做到自保。梁月的心中虽然有些失望，可张毅的回答也在他的预料之内，毕竟张毅和他们这些人之间可没有任何感情。人家没有道理为了他们而冒险。你可以抵御得住西山基地的进攻，就证明你有强大的实力。如果我可以展现出足够的价值，能否说动你呢？张毅轻笑了一声，我建议你还是打消这种念头。不过你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是否帮助你们，帮助的力度有多大，取决于你提供给我的价值。他说道，我明白，我会证明这一点，并尽量通过自己的力量带他们逃离西山基地。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到时候给予我一定的帮助。如果我们逃出来之后，你是否可以接纳我们，并给我们一个居住的地方？张毅的眉头皱了起来，一脸的不可思议。的意思是说住进我的庇护所？梁月说道，你的庇护所那么大，住进几10个人完全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也不愿意看到这些年轻的孩子在西山基地饱经折磨吧？张毅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坐直了身子。他对杨星星和陆可然说道，我算是领教到你们这位老师的脑子有多轴了。周可笑了，他可实在是天真。没错，庇护所里的确能够容纳几10个人，可问题是凭什么？这个世界上或许有很多善良的人，可以无私到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但这些人当中绝对没有张毅的名字。杨星星和陆可然对视了一眼，杨星星一脸笑意，陆可然无奈的挠了挠头。这的确是他们的老师能做出来的事情。张毅拿起手机，直截了当的拒绝了梁月，不好意思，我的庇护所不会让任何人进来。过了一会儿，梁月又发了一大段文字过来，试图说服张毅，我们过去不会成为你的负担，还可以帮你做许多事情。天青学院的这些孩子从小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都比普通人多，他们很有能力的。张毅说道，这件事情没得商量。说实话，梁老师，咱们似乎也没有什么交情吧？我跟你那些学生就更不熟了，甚至可以说咱们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好心的收留你们？张毅还记得当初在天青学院，他抢走了梁月的龙鸣宝刀，并且打死了几个试图劫持杨星星的学生，那些人对他是什么看法？反正不会有什么好印象。见到说服张毅不成，梁月也不是真的傻子，只能够把语气放缓下来。那么为我们提供住所和一部分生活物资，这一点你总能做到吧？张毅笑道，如果是这些条件的话，那还有谈的空间。张毅看向杨星星，微笑着问道，星星，你之前是不是说过，只要能够把木马植入西山基地的网络当中，就可以入侵他们整个网络系统？杨星星顿时悟到张毅想要做什么了。哥哥，你是想利用梁老师对西山基地进行反攻？张毅淡淡的说道，我也不能总是被动挨打吧，最起码控制了他们的网络以后，就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真正实力，万一哪天需要用到的时候，这就会成为我手中非常重要的一张底牌。